大家好，我是振三。山中海内奇珍异兽，姜太公呼风唤雨，孙行者战天斗地。好家伙，这些看似乱七八糟、风马牛不相及的神话传说，但如果我告诉你，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甚至还概括了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精神世界，你会相信吗？今天咱们就来听我纯瞎聊。最近倒腾出来的一个大瓜——山有榜。山有榜，乍一听这名字挺唬人的是吧？它其实就是由《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榜》三部大书凑在一起的缝合怪。您千万别觉得这东拼西凑的家伙它不高级。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这种缝合拼贴的工艺其实挺司空见惯的，甚至贯穿始终。一条蛇，如果它搭载了马头，加装了鹿角，改换了鱼鳞，配备了鹰爪，那么在这一刻，它就已经脱胎换骨，飞龙在天，利剑大人了。这种超级改装在《山海经》、《西游记》、《封神榜》中尤其普遍。所以呢，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用缝合怪的思路去体会缝合，把这三部书串联起来解读，又能发现什么不一样的秘密呢？从成书的顺序来看，《山海经》最早，大约成书于先秦至汉初，并非单人撰写，而是集体创作叠加的产物。另外两部《西游记》与《封神榜》均成书于明代，可谓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我们通常都知道《西游记》和《封神榜》互相关联，内容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两部书的世界观以及各种妖魔鬼怪的设定又和《山海经》有着一衣带水的联系。《山海经》其实更像是想象力的原点，华夏幻想文学的祖师爷。在《山海经》那个时代，天上根本没有玉皇大帝，神仙们也不用每天去南天门打卡上班。当时的神怪是不分家的，就比如西王母，被描绘成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这分明就是一个住在昆仑山洞中的原始部落首领。最逗的是，古人记录的方式极其的单纯务实。当他们翻山越岭，看见一个怪物出现，脑子里只有三个问题：他在哪里？长什么样？对我有什么用啊？比如书中写猩猩，其状如鱼而白耳，食之善走。意思就是一个长得像猴子，但是耳朵是白色的怪物，搞来吃掉，就能健步如飞。类似的描写多如牛毛，各种功能那是千奇百怪，有能防止噩梦的，有能吃完几天不饿的，有的带着能当导航仪不迷路的，还有能治健忘症的等等。你看，这时候的山海经宇宙完全是一个没有规矩、没有编制的野生大自然时代。神仙妖怪各守山头，高兴了就下场雨，不高兴就闹个灾，完全不需要对谁负责。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自然的化身。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像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等神话故事，没有一个不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这些故事中并不鄙视失败，反倒是悲壮的失败却激发了不屈的意志。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英雄式剧情，无不令人震撼。一切本是那么的蒙昧，却又那么的自然。他们本是人，当他们为了追寻理想舍弃一切而倒下的那一刻，他们的神性就此诞生。这也就是咱们山有榜的开篇：花草树木，天地九州，万物生而有灵。说起来
上段内容有点小严肃了，咱们继续。等时间过渡到了明代，文人们创作《封神演义》和《西游记》的时候，人间早就发展出了极其严密的官僚体制。当他们抬头望天，俯身观地的时候，自然会觉得这天上地下的神灵们理应也是有着大差不差的体制基础的。不管是文人们的想象，还是去过的朋友给出了一手资料，总归啊，这小说里的天庭和地府也就应运而生。提起仙界的最高权力机构天庭，这时候也是刚刚初创，面对三界众生，那也是缺乏专业对口的人才啊。昊天上帝，他就是咱们每天念叨的那位老天爷，也就是后来的玉皇大帝。他手下也只有几个光杆司令，雷、火、温、斗，各个科室都没有基层公职人员。于是呢，刚好借着人间的改朝换代、商周大战的东风，天庭联合了各大神仙教派，来了一场联合招聘。招聘的规则也相对简单，死后入职。无论您是忠心耿耿的商朝将军，还是周朝的皇亲国戚，或者是《山海经》中在山洞里苦修千年的珍禽异兽，只要是死在这场时代的洪流之中，且名字光荣登上封神榜的，那么恭喜您，有您的职位，而且啊，还是个铁饭碗，可以享受人间的烟火供奉，每天天庭各科室打卡上班，接受玉帝的 KPI 考核，年终啊还能参加个蟠桃会什么的。这就是华夏神魔史上最轰轰烈烈、死伤无数的仙界神才招聘会。这也带出了咱们山游榜的中篇：飞禽走兽，人鬼魔仙，万物兴而为序。虽然说《封神演义》成书在《西游记》之后，但在逻辑上却并不违和。到了《西游记》描绘的唐朝，天庭这个运行了1000年的洪荒之力，也会有编制满员、阶级固化的问题。您去看看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一回，天庭的各级衙门名目繁多，通明殿、凌霄殿、28宿、4职公曹、5方揭谛，就连卷个帘子的活都让沙僧给占了。因为编制满了，上升通道锁死，所以像孙悟空这样的有为青年，空有着金仙的实力，却也只能混到个散仙的编制，勉强只能干个看马守桃的活，这才激起了猴哥后来的大闹天宫。这一闹，不过是为了闹出一份身份认同罢了。众所周知，在取经路上，所有的妖怪都被严格地划分成了2个阶级。第一种是有后台的妖怪，比如九灵元圣是太乙天尊的坐骑，金角银角是太上老君的看炉童子，灵感大王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的金鱼。他们在人间自主创业，占山为王，把老百姓成千上万的生吞活剥。但每当孙悟空要一棒子砸死他们的时候，天空总会飘来一朵祥云，领导亲自下凡，一句大圣不可，此乃家奴，待我收回管教，就把他们直接带回了天界，连法律责任都不用负。而第二种妖怪，那是真正的社会底层，比如白骨精、蜘蛛精、六耳猕猴，他们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拼尽全力的在人间摸爬滚打，没蟠桃，没仙丹，唯一的梦想就是嘬上一口唐僧肉，投机取巧的搞上一个长生不老。但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就连闻都没闻上唐僧肉的味儿，就被一棒子拍个脑浆迸裂，连骨灰都扬了。您瞅瞅，从《山海经》里吃了能治病的野生动物，
到封神榜里抢着去死的应聘大军，再到西游记里吃人的领导家属，这3本书连起来，哪儿是神话呀？这分明就是古人用2000年的笔墨，分毫不差地把凡间的权力垄断、官场潜规则和阶级固化，一刀一刀地带着血地雕刻在了文字的背后。这么一看，您就会突然地发现了这个秘密。说到底，原来华夏大地上绝大多数的神仙妖怪们的终极梦想，竟然清一色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吃公家的饭，考公入编。咱们不否认有像牛魔王这样的另类，可即便如此，老牛也没得安生啊。这最后则是咱们山游榜的中篇，三界神魔，世俗江湖，万物存而成局。回想我们身边形如你我的那些普通人，少年期人人都是山海经，每个人20岁之前都是山海经里的山野异兽，满脑子奇思妙想，一脸的棱角，满身的野性。你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是自由的，是不用向任何人低头的。在这里，天高地广，你有近乎无限的世界和未知。青年期人人都过得像封神榜，毕业了，进社会了，人生的主题瞬间变成了封神榜，考编、求职、找定位，你得收起山海经里的野性，去和千军万马竞争那几个有限的格子。在这个阶段，你脱掉长衫，脱短褂，脱掉了背心儿，最后还要被蜕层皮。可结果呢？你还是被社会的现实毒打和兼并，拼了命的想在体制里，在大厂里混到一个能吃上一口蟠桃仙丹的铁饭碗和神位。这个看似天下的世界中，却实则不过5关之内罢了。中年期，人人活成了西游记。等你终于混进去了，你一抬头，发现自己成了那个坐在天庭办公室里按部就班打卡摸鱼的28宿之一，或者成了取经路上那个天天盼着师傅被抓，随时准备分行李散伙的猪八戒。你上有灵山的佛祖，下有惹不起的有后台的妖怪，每天都淹没在职场的潜规则和人情世故里，精明而疲惫地活着。最终你干脆看穿了世态炎凉，学会了圆融变通，因此你褪去了紧箍，收起了棒子，披上袈裟，变成了一尊佛。曾几何时，号称10万8千里，只不过也是2点1线而已。说起来，如果《西游记》中历尽千辛万苦，收心猿，服一马，降贪嗔，最终西天成圣，只是一个小轮回，那么3部书的串联就是一个大轮回。甚至在现实世界中，这就是你我内在精神宇宙的延续。您无需承认，也不用反驳，我倒是衷心的希望看我视频的您，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个人都能跳出这山游榜轮回的束缚，或者只生活在山海经的广阔天地之中，永远的纯粹而蒙昧。咱们这期的胡言乱语篇幅所限，怕大家反感，只是浅谈即止。这个所谓的山游榜也不过是本人胡编乱造的名字而已。3部书的内容大家肯定熟透了，而且很多朋友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和独到的见解。网上充斥着各种各样对于这些书的解读，有的天马行空，有的发人深省。我呢，也只是想通过不同的视角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可能性。3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熟的不能再熟的老朋友，
是不是你每一次翻开它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呢？我是振三，欢迎您把看法留在评论区，咱们下次再见，拜拜。